弹下去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慢慢听到整个场地这些嘈杂的声音慢慢安静下来，然后越弹，整个房间全部都静下来，只听到我的钢琴声音跟我歌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李树全。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秘密：生命中的贵人是如何出现的？是我们去找的吗？ No， 因为这件事情，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把这个故事跟我的2个女儿分享，希望把那个关键的因素，这些贵人是怎么出现的，告诉了我的女儿。今天允许我也把这个分享给各位。在我把这个故事跟你分享之前，我做了一个决定，里面的人物的名字我改变，原因是我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所以如果我讲到一些人的名字是跟当时的实况不一样的话，请当事者或他们的家属原谅我，是因为我是希望保护他们的隐私权。但是更重要的，我想告诉你这整个的逻辑。我有一个电脑公司叫Liscom Data System， 专门去维修大型电脑。可能在电脑产业里面的朋友还记得，在那个时代有3家最大的电脑公司，一个是 IBM， 一个是王安 Wayne Computer， 另外一家公司叫做 Digital， 简称为 DEC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DEC， 就是迪技多电脑公司，都是做大型电脑的。那我是受到迪技多公司训练有认证的，专门修当时的 PDP 1170还有 VAX 这些 system， 还有所有周边的 peripheral， 就是周边的器材，包括 terminals 这些东西，都是那时候我去受训，然后去做这些维修。但是呢，我的公司 Liscom 有一次呢，就被派到一家公司叫做 Micom。Micom 这家公司呢，是在洛杉矶北边一个 Canoga Park 这个地方，我去做维修。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个主管是一位华人，他用一个很亲切的口音，用中文跟我沟通。我突然之间感觉特别的亲切，因为在13岁之后，到了美国之后，我周边几乎没有任何的华人的朋友，因为在好莱坞，我的员工都是老外，我的周边的伙伴朋友都是老外。突然之间，在这家公司碰到一个华人，哇，特别的亲切。后来这位华人主管呢，我就称她 L 小姐好了。这个 L 小姐就带着我到处去看，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这 L 小姐就跟我说：“哎 ，David， 我秀给你看哪里可以吃东西。”我说 ：“OK。”我就很兴奋的跟她说：“中午我们去吃。”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我跳上我的那个 Toyota 的车子，一发动引擎的时候呢，突然之间音乐从那个喇叭里面蹦出来，很大声，因为那是我自己的车子。平常在美国开车，我就把声音开得很大声。没想到今天这位朋友坐到车子里面来的时候，声音这么大声，我感觉特别不好意思，马上抢过去把音乐关掉。这位 L 小姐突然说 ：“No， 不要关，很好听，继续播。”我那个时候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原因是不瞒你说，播出来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歌，他以为是在广播电台或是别人的音乐，我就把这个音乐很不好意思，很勉强的把它播大声一点。他说：“那不够大声，再继续播。”我就又开大声。他一直听这首歌听下去了之后，最后他忍不住：“哎，这谁唱的？”
我当然没有办法跟他讲这是谁唱的，因为我是来这边帮他们修电脑的，我怎么可能跟他讲说这是我写，这是我唱的歌？搞不好是白天你在修电脑，晚上是一个 poor musician， 英文讲 poor musician， 没饭吃的音乐家。所以我就装了一个很专业，那个时候必须打领带，穿着西装，拿着这个西装夹克，然后帮客户服务修电脑。但是这位 L 小姐坚持要把声音开大声，我就把声音开得大声，很大声让她听。她听完了第一首之后，又接着说我们再听第二首好不好？我又接着放第二首。我们大概花了10分钟的时间到了那个餐厅，她把前面2、3首歌都听完了。最后回来的路上，她就问刚刚我们听的那首歌到底是谁唱的啊？哇，我的心中充满了挣扎。我如果跟他说这是我唱的，那个感觉真的不对，因为我今天来这边是帮你们修电脑的，我怎么能跟你讲我是唱歌的做音乐的人？问到最后我就只好说 OK， 那个歌是我自己做的，我录的，这是我唱的。长话短说，隔了几个礼拜之后，这个 L 小姐有一天问我说 David， 我们家有一个 party， 然后你有没有可能来我们家帮我们弹首歌？我 Sure， 这有什么关系？我记得好像是星期六的晚上，他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豪宅，在洛杉矶北边的山上，可以俯瞰整个洛杉矶的城市，非常漂亮。他的家的客厅很大，有一个3角钢琴。那一天晚上来了各个地方的高贵的官方的人士啊，然后就穿得非常正式的衣服来到他们家的 party。我对他们家的背景完全不知道，他不过就是我电脑公司客户，然后其中的一个主管。那天晚上我就在嘈杂的声音里面走到钢琴前面，然后开始弹了一首歌。我开始弹的时候，一弹下去，那首歌叫做《Heart in the Wind》。这首歌呢，也后来放在赤子那张专辑里面，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也可以去听听那首歌，叫做《Heart in the Wind》，心在风中。我弹下去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慢慢听到整个场地这些嘈杂的声音慢慢安静下来，然后越弹，整个房间全部都静下来，只听到我的钢琴声音跟我歌唱的声音。那天晚上表演完了之后，大家拍手也就结束了。大概隔了1个月之后，这位 L 小姐后来又打电话问我说 David， 我打算把你的作品带到亚洲去，看看有没有人会喜欢你。可是呢，我需要跟你签一个授权书，甚至一个经济的协议书。各位朋友，在那个之前，我有跟很多的经纪人签过合约，也有很多经纪人吹牛吹得一塌糊涂，说我可以把你捧红，做了一大堆，最后什么事都没发生。也有经纪人签了合约，根本连一件事都没做，就坐在里面等着你成功，然后就收钱。这种人都有。但是走过这么多年在好莱坞，最后有一个人说我要当你的经纪人，其实我的心中在那个时候已经感觉，讲白了根本没有其他的选项，讲得更直接，走投无路。今天有一个人愿意把你的作品推出去，我已经感激得不得了了。我当然就说好啊，没有问题，我们来合作。我们就约好了星期六的早上，我到他家签一个正式的合约书。那天早上我到他家，都准备好了，我记得走到他的厨房的小饭桌前面，他把合约书都准备好，就简单的几页的合约书，然后授权给他带着我的作品可以回到亚洲地区，
推广给他认识的人。这位 L 小姐，据我了解，也跟音乐界完全无关。我自己在想，她有什么能耐把我的作品带回去给产业界的朋友，然后把这些作品推出去？但是我在那个时段，我基本上根本都没有其他的经纪人了，所以我最后就决定礼拜六把合约签给他。当我去了他家的之后，突然之间，他的妈妈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我就称她为蔡太太好了，这不是她的真名。但是蔡太太当时拿的一个英文叫做 Walker， 因为蔡太太刚刚做完心脏手术，她的心脏里面装了一个 pacer， 身体很弱，她拿着那个这样从她的房间里面走出来，走到厨房，然后就跟她的女儿，跟这个 L 小姐说：“女儿，你到了台湾或者是到了亚洲之后，你要找谁找谁找谁。”突然之间，这位 L 小姐翻脸过来，对她的妈妈讲了一些非常非常凶的话。我说：“这是你不要管她了。”讲得很凶。在这之前，我知道他们母女之间的确有一些冲突，但是我是外面的人，我能讲什么？我只是在旁边旁观而已。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他们家的内部任何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个老妈妈到了美国来了之后非常的孤独，现在住在女儿的家，然后很受委屈。我知道女儿很有爱心，其实他们家很大，也照顾妈妈，但是我知道他们常常吵架。这个妈妈活得非常的辛苦，再加上刚刚动了手术，我就看着这个蔡太太、蔡妈妈，最后被骂的流着眼泪，最后就转过身来，一点一点慢慢的走回她的房间，但是我看到蔡妈妈的眼泪一直在滴。这个 L 小姐最后坐在我的面前，要准备签这个合约，她把她的名字签上去了之后，推到我的前面，然后准备我再签字。当我看到蔡妈妈转身走回房间的时候，眼泪一直不停的滴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我把那个合约退还给她，不想签这个合约，然后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灵感，我就走到蔡妈妈的房间，牵着蔡妈妈的手，说：“蔡妈妈，我把你带到我家来，你跟我住好不好？我照顾你。”然后蔡妈妈眼睛看着我，就点了点头。OK， David， 我跟你走。我跟蔡妈妈之前不太认识，我就走到她的房间，我就扶着蔡妈妈，然后我看到她的旁边有一些她的衣服，蔡妈妈就坐在那个地方跟我点个头，我就把那个衣服放在她的行李箱里，我就慢慢把它整理好以后，我就带着蔡妈妈的行李箱，然后从蔡妈妈的卧房走出来。走出来的时候，我还记得 L 小姐当然是非常的生气，我还记得 L 小姐在后面追上来，在后面大喊：“你把我妈妈带走，她会把你们家的房子全部给烧了。”因为蔡妈妈已经有老年痴呆症了，她好几次忘了把火关掉，然后就把整个炉子给烧了。那一天星期六的中午，我就把这位80多岁行动不便的蔡妈妈带到我家来住。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照顾蔡妈妈。我还记得，当我把车子开回到我家，我那时候住在一个地方叫 Northridge， 我把我的车子开到车库的时候，我的老婆 Susan， 她是一个外国人，金头发蓝眼睛的老外。我的老婆 Susan 问我说： David， how did the contract go？ 她说：你的合约签得怎么样？我跟她讲说： Susan， 我没有去签合约，合约没有签成，但是我把这个老妈妈带回来家里面跟我们一起住。各位朋友，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有一点不可思议。
本来我的太太以为我要去签一个经纪约，然后这经纪人将把我的作品带回亚洲去推广。我不但那一天没有把合约签到，反而把一个老太太给带回家来养。我的太太看了我，然后就看到后面把蔡妈妈扶出来，我想她也看傻眼了。我就跟我太太说，蔡妈妈从现在开始要跟我们住在一起。我就把蔡妈妈慢慢的一点一点把她安顿到我们的家里面来住。蔡妈妈住了这段时间，也的确把我们家的锅子烧掉了2、3个，也把整个炉子烧掉了，整个墙壁全部都烧黑了。这些事情都发生过。但是有一天，蔡妈妈突然之间把我叫下来。我们那个房子是2层楼的房子，蔡妈妈坐在1楼的客厅，她说：“素全，你要不要过来一下？”